好，接下來關心北京不開一槍就逼瘋美軍了，原因是什麼呢？因為他現在掌握了全球近80%的烏在手中，所以呢，造成美軍現在包括他缺少的穿甲彈、飛彈，還有戰機的引擎全面告急。這時候川普怎麼辦呢？他極簡廢烏來救美國的軍工。好，我們今天來一個深度的剖析。美軍的彈藥庫現在危機已經從倉庫裡沒有飛彈燒到了工廠裡面沒有原料，這個原料就是烏。今天會來做討論，因為呢，我們看到美伊戰爭當中，美軍已經把他的我們剛剛特別提到長程的精準飛彈、愛國者、薩德系統等等都快打完了，所以呢，川普現在說，我們軍工產業要趕快加緊，來趕快生產武器吧。尤其現在缺乏了非常多的武器，川普這當中也特別提到了，包括了有這個飛彈、穿甲彈、戰機的零件，還有最關鍵的烏，這些都是他們最需要的。那因此，川普現在就宣布了，包括說他要對烏的廢料，還有含烏的這些電子的廢棄物呢，趕快來進行出口管制，而且這個措施一實施就會是1年，都不可以做任何的出口，包括這些烏的廢料。他甚至也說呢，如果未來去海外做加工，再運回美國的情況，這個是可以暫時獲得豁免的，因為真的是實在太缺烏了。那為什麼這個廢料都不准出口？為什麼美國這麼缺烏呢？原因就是因為從2015年當時開始，美國就已經沒有這種商用規模型的烏礦來做生產了。最嚴重的事情，雪上加霜的是，中國在去年的時候，它突然加強的對烏的出口管制導致說現在美國除了說，你只能從國外拿一些烏回來之外，你也只能靠回收這些廢烏來做這個武器上面的生產了。那麼現在呢，美國接下來怎麼辦呢？美國烏回收的商就示警說，你以為你這樣子真的可以救得了你這個缺乏的烏嗎？他說你不可能把廢料變成軍工用品，這是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了，更不要說呢，你其實要做這個廢烏轉換成軍工武器，你是要是經過非常多的層層的加工，還有精煉技術等等，才有可能達成的。那麼這正是美國最缺少的，就是這些中游的加工鏈。請問賴老師怎麼看？現在美國所缺的這些武器，我們剛剛講的嘛，飛彈、穿甲彈、軍工零件，真的有可能快速的自己補足嗎？那限制烏的出口，到底對美國的軍工是好還是不好？賴老師怎麼看？當然不好嘛！你有沒有考慮過這個質量的問題啊？也就是說，這些武器彈藥要用的這麼重要的這些元素不管是稀土或者是稀有金屬你要用這麼重要的元素，它的純度很重要啊。為什麼中國大陸能夠在全世界占有支配的地位？就是它的品質特別好，而且大家都知道，只有大陸能夠提煉出他們在製造這麼強硬的這麼堅固的、這麼耐熱的的這些武器彈藥，它所需要的元素，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嘛。但是問題就在於，你要從廢料裡面來回收，回收以後你要用多少人工、多少力量，然後去把你所要的核心的廢料把它取出来。取出來以後，你要再把它先拆解，拆解完以後再把它溶解，溶解完以後再把它稀釋，稀釋完以後再把它提煉。你這個程序你要花多少時間？你要花多少时间？你要花多少年？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你的純度到底能不能夠到你所要的那個標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我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提煉鎢到最後還是要送到中國大陸來。那你今天你說把這些已經被污染或者被使用的，然後你再把它還原成為純粹的鎢粉，你有這個本事嗎？這個是不是還要送到中國大陸來進行最後的加工？如果說不要，那你就說，那我就把這個有瑕疵品或者是說成分不足的這些鎢，我把它拿來做彈藥。那你这個時候你彈藥會不會發生膛炸？會不會發生它的抗耐熱不夠？會不會發生它的硬度不夠等等的？然後會不會造成最後的軍隊買到的用到的一批是有問題的這個彈藥？這個彈藥以後的保存，我按照我常規的方式來保存，會不會造成問題？溫度一高或者一冷，會不會出現什麼地方？會不會出現什麼狀況？例如說我在船艙或是在坦克艙裡面，溫度一升高以後，它會不會造成溶解？會不會造成爆炸？會不會造成我自己本身坦克的問題？這些都是未知數。為什麼？因為你的原料都變了嘛，你的原料已經不再像過去我說我這個
純度這麼高，我當初用這麼高的純度的鎢，我摻多少進來，然後我再加上多少元素進來了以後，我做成為這個武器。我現在用的都是有瑕疵的東西。對，所以我覺得美國人真的是已經是窮途末路了，他不知道怎麼辦了，但他還是需要武器。他不知道怎麼辦，他需要武器，然後他又不肯跟中國大陸和解。那你是把自己陷入死亡這條路嘛？你根本沒有別的路走了。好，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到底怎麼辦呢？等一下也請酈將軍來看，難道就等於說直接讓中國大陸去卡住美國獲得軍武的或者是生產軍武的一個能力了嗎？我們現在來看到，其實我們開始做這個鎢為什麼那麼缺少？剛剛也特別提到了嘛，是從去年開始的，中國大陸限制不管是鎢還有其他的元素，包括了還有地、還有鈽跟鉬等等這些關鍵的物資都不可以出口。那對於軍工產業來說，就造成說，包括我們的飛彈交付會導致延期，甚至彈藥的產線也會停擺，甚至前線的部隊都沒有足夠的一個庫存了。再來就是說，很關鍵的事情是，大陸掌握了現在最多高達85%的鎢的礦產量，遠遠超過第2名的越南跟其他國家。所以，美國如果不跟中國大陸和解，接下來怎麼辦呢？哪一些武器可能會嚴重的缺乏？那酈將軍又怎麼看？其實，在上個禮拜，我們台灣發生一件命案在屏東，一個姓黃的老闆被在家裡面被人家這個殺害了。那殺害之後，但是呢，這震驚台灣的國安高層。為什麼震驚國安高層？因為他是台灣唯一一家能夠做所謂的鎢的中鎢酸銨的公司哈。中鎢酸銨是什麼？是就是因為你所有鎢礦要經過中鎢酸銨之後，然後生產改成中鎢酸銨之後你才可以提煉成為鎢粉哈。所以這中間這個過程，那台灣只有這麼一家他會做。那這個人發生命案以後，那國安高層就馬上聯想到，是不是你這個牽涉到國安的問題？那後來當然事實證明不是了。目前水落石出，這個命案純粹是他個人的這種，不管是感情或者是其他財務的問題。可是我們從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這個一個中鎢酸銨生產這家公司的老闆發生命案，會引起國安高層的重視，就表示鎢這種礦物來講的話，它的重要性有多高？它就是國安高層很重要的。第一個為什麼鎢這個很重要？第一個它的熔點它熔點可以到3422度 C 這麼高，也就是說你所有戰機這個飛機的引擎這個我們都知道，或者是火箭來講的話，你這個發動機的引擎那溫度都很高的嘛。在這麼高的溫度之下，大概只有你必須要用鎢才能夠承受得住這種高溫。第二個，它的硬度很硬，它的硬度是什麼呢？在自然界裡面是僅次於鑽石的。所以說在軍事上面很多武器要用到這種東西，譬如說是我們講防禦型的，像你戰車像我們台灣要生產，不管是這個雲豹戰車這種防護力來講，你那個鋼板要夠硬，才能夠抵擋住人家的攻擊，所以一定要有鎢這種東西你的鋼板才夠硬。那攻擊的武器，我知道大家都應該聽過一種武器這個戰車現在發射的炮彈它不像說以前的穿甲彈以前穿甲彈它是利用火藥的力量錐形裝藥，它把火药集中在一個點，燒透你的鋼板以後，然後噴進去。那現在光這個力量，火藥爆炸。這種錐形裝藥已經不夠，它還用的炮彈叫做這個脫口吻翼穿甲彈它射出以後，那殼會翻開，跟一支弓箭一樣，就中間那支弓箭一樣射。那這支像弓箭一樣的彈頭它沒有爆炸，沒有火藥，它就是跟一支弓箭一樣射穿你的鋼板，可以射穿鋼板到這個50-60公分以上。那靠的是什麼？就是因為靠的就是它有這個硬度，所以你才可以有這種彈藥。那這個是打戰車用的這個脫殼吻翼裝甲彈穿甲彈。另外我們來講，一般這個如果說我們對於輕裝甲，像我们50機槍射擊的這個穿甲彈，用的這個也都是必須要用鎢來制作。但是現在由於這個鎢中國佔了全球80%到85%的這種礦產那麼多等於掌握到全球的這個命脈。那美國來講非常的着急所以美國現在來講，它只能做什麼？就跟它的稀有金屬一樣嘛，它開始去拆這個廢棄的冷氣機想辦法從裡面去提煉出來稀土原料。
那鎢也是這樣，現在美國自己沒辦法提煉出來鎢哈，它只有用廢棄的這些東西，這個包括鋰電池啦關鍵的礦產物、廢棄物來這樣提煉出來。但是提煉出來，我跟你講，它很寶貝哦，它不是提煉出來以後，它還限制你出口，因為中國來講哈，我能夠跟國外買就跟國外買啊，這個他也要跑去跟美國買，他除了自己國內生產，他還跟國外買，但是跟美國買，你知道中國商人出手有多大方嗎？他出5倍的價格來給你買，就美國人自己搶不過中國人，你知道嗎？就美國的厂商搶不過中國的厂商買這些鎢粉，所以川普現在不得已只能祭出最後的法寶，就是限制它出口。你再多錢我都不賣你，我們自己國内必須要用。所以從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知道美國對於這個鎢的這種礦產的需求有多急迫。好，所以現在美國缺鎢的話，第一個是限制出口嘛，第二個還有回收這些廢棄物，那第三個，然後再做這個精煉。第三個還有他們想到的辦法，就是說，他們發現了在美國的內華達州，好像這邊有一個大型的鎢資源，那預估它的規模可以達到生產178萬噸。但是他們現在說，如果要去開採，要5年以上的時間呢，而且這個之後的加工環節又怎麼辦呢？第四個方法就是找上了其他的外國盟友，包括了现在找上的包括了有哈薩克跟南韓等等。但是去中化真的做得到嗎？楊老師怎麼看？基本上要完全去中化是100%做不到。那你要部分去中化也会花大成本，而且長時間。那這個講長時間，可能至少是以10年、20年來去估算，而且是部分。什麼部分呢？現在美國、韓國、日本在做的，就是希望軍工產業這一塊。剛才酈將軍所講的軍工產業的這些層面需要用到鎢的，但是鎢的現在應用的範圍越來越廣泛，半導體啊，或者是精密工業的切割的這些工具，通通都要用到鎢。是。那中國大陸剛才一直不斷的告訴大家2點，第一個，80%的礦產在中國，那這個跟稀土就不一樣了。你再去哪裡挖，哈薩克或者是韓國或者是這個剛才講到的猶他州，那其實都不夠。那我們就以韓國現在正在持續開發的叫做上東鎢礦，上下的上，東西的東，年產量是2300噸，中國大陸幾萬噸，對不起，每個月的產量2300噸，中國大陸是數萬噸。那2300噸，它可以大概滿載的話來到1倍4600噸，而這裡面呢很清楚，90%的礦被美國的軍工產業給訂走。在美韓的軍事同盟關係的情況之下，其實這個鎢礦是美國的軍方是指定的，而且它的煉製的技術其實都還沒有成熟到，就是在半導體或其他的這些工業的應用。那基本的軍工產業的這個使用，美國這方面、韓國這方面這個技術還可以，可是你要再提升，那你要進入到中國又掌控的，就是相關的這些技術、生態系啊，以及當然成本的考慮。所以你現在是說美國，我看他現在到哈薩克、到美國的本土自己去找這個鎢礦哈，那大概就基本上是要把美國的軍工業給確保在這一塊能夠有持續穩定的鎢礦的供應。那但是呢，供應的層面可能也都是現狀的這些武器的使用。如果你未來精密武器的發展需要更精密的鎢礦的運用的話，那其實這個技術又回到中國大陸去。所以簡單的說，你要完全的跟中國大陸去中化的這個鎢供應鏈呢，其實做不到。那部分軍工產業，他們其實是有在做，而且持續在做。可是呢，這個產量少，而且必須要以美國為主。那這是在整個美國掌控，就是這個工業的供應鏈以及軍工產業，還有跟這些國家的軍事同盟關係之下。那因此回到後來，你韓國、日本自己本身的，你就必須要去跟美國共享了。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
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製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